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。今天带来的是瑞克莫蒂主创团队制作另一部佳作《外星人演难民》的第1季第7集。早起的鸟有虫吃，一大早与世无争的王老头便被同自己相依为命的奶鼠叫醒。清晨，温暖的阳光伴着爵爷的早间洗脑广播，遍布格子间里的每个勤劳的谋生人。与此同时，王老头正在为今天的营业做准备，收拾妥当，卖奶人准备出发去集市。这时，邻居小绿突然出现，请求他施舍1碗奶。王老头二话没说，直接给了他。新一天的营业正式开始。王老头很快来到集市，他站在奶鼠身上大声吆喝，不一会儿，他的小单前便围满了人。格子世界里没有货币，所以大家都是按照最原始的物交换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。今天生意还不错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卖完了，大家明天再来吧。说完，他便简单收拾了一下，随即骑上他心爱的奶鼠准备回家。路上，他看见了被工头欺负的小绿，但他不敢作声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回到家的王老头舒服地躺在奶鼠身上。要是在外面，今天应该是我的生日吧。一个45岁的老男人，想想自己曾经是美国电报公司的总裁，还真是可笑。可没想到，他却很意外的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层层格子之下是爵爷的监狱，那个红衣青年就是被关在这里，无数日夜，他都会因为那些施暴者的噩梦惊醒。可今夜惊醒他的不是噩梦，而是一位新来的犯人。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这位新室友居然认出了小青年。你是起义军的发起人蒂姆？小青年万万没想到，当时他组建的起义军如今已经大规模发展开来，并且室友告诉他，所有的起义军都还在等他，希望他能写一些东西给那些拥护他的人。再三考量后，小青年毅然的拿起了纸笔，将这些日子积累在心中的那些心里话全部一一道了出来，针针见血，句句灼心。所有的矛头直指爵爷，并且他表示自己将不再执着于墙外的世界，他选择接受这里，他要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逐渐健壮的体格宣告着时机已成熟。于是他们决定动手了。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我的朋友不行了！狱卒赶紧前来看看情况。室友趁机偷袭，小青年顺势抢家伙，哪想室友转眼成了人质，于是他不得不放下武器。本以为计划宣告失败，可没有想到监狱突然被炸开。红发妹，你还活着？别说屁话，快走！紧接着，红发妹带他来到他们的总部，这里的家居设备看起来很高端。红发妹称这是《宋飞正传》里的情景布置，可能小库正在追着剧，所以在网上淘来了这些东西。也许又因为后来放弃了这部剧，所以便将这些装备丢进了格子间。后来这地方被他发现了，所以便用来做了起义军的新窝点，并且在小青年被关押的这些日子里，起义军发展迅速，现在几乎每层都有他们的人，他们势必要让爵爷下台。就在这时，情报员传来了新消息，他们拦截到了爵爷的食物分配名单，从上面可以明显看出上层的分配比下层人多了很多。红发员即刻让情报员将消息散布出去，并且让电力局的人和锅炉局的人务必降低效率，是时候给爵爷施压了。突然，广播里传出了爵爷的声音，原来恐怖分子们在他的海报上画底底，并且还不是很大很长的那种，而是有一定角度的公弯底。我的确是那种爱自嘲的人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底线的。看来大家还是太无聊了，放着那么多事情不做，居然有空画底底。于是爵爷当即下令所有底层人实行2班制，并且现在由于布料短缺，所有人必须交出自己的内衣。广播完毕，爵爷开始照常问政。没想到正聊到关于怎么样处理粑粑问题的时候，手下的手下来报，随即手下告诉爵爷，蒂姆越狱了。你说越狱？他只有3厘米高，他连酸奶盒都逃不出去。酸奶盒用完了，爵爷当即下令，绝对不能让他在墙里逍遥法外，这很有可能会让他们倒台而挑战爵爷，后果只能是让更多人为他陪葬。与此同时，小青年来到了红发妹的房间。小青年表示，当时他以为红发妹必死无疑，可红发妹却告诉他，当时由于机械故障，所以他并没有直接掉到底，他只是受了些皮外伤。那我们看起来很般配。随即，红发妹索性直接脱下了衣裳，将那些成年的旧疤完整的展现在了这个男人的面前。小青年不禁伸手抚摸这些已经愈合的伤口，红发妹顺势回应，荷尔蒙顿时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弥漫开来。2个曾经被深深伤害过的人彼此紧贴，生活太艰辛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这场深入肉体的慰藉，在起起伏伏里逐渐进入永葆的摄像机。激情过后的男人不该留恋温存的肉体，穿上裤子还得直面生活的难题。殊不知，小青年在墙里写的那些信竟然被红发妹发散了出去，而这些书信坚定了下层人民反抗的决心。面对突然袭来的姓名们，小青年有些迷茫，现在该说点什么好呢？说你会领导我们，或者革命就要来
来了，我们需要一个大家信服的人来取代爵爷，我不行的。但没有别人了。原来小青年还被困在上次起义的心魔中，他不想再害任何人死去，于是大家决定再给他一些时间，感恩节后再谈。所谓的感恩节，就是为了感谢小粉赐予他们食物而设定的节日。王老头也正在为这场盛大的节日聚会做准备，因为这天他的营业额势必将会创下新纪录，并且他还为这次聚会研制了新品鼠奶酒。盛大的聚会如约而至，修女在台上一一讲述了小粉一直以来对强民们的馈赠，一场盛大的祷告仪式正驶向高潮。小青年和他的室友也乔装混入其中，祷告很快结束。随即爵爷上台发表演讲，第一步先吹嘘在自己的统治下人民安居乐业，社会欣欣向荣，第二步歌颂小粉的恩德，第三步斥责小粉已经很久没有放粮了，这才导致了下层人民的艰苦。不得不说这个锅还真是甩得好。可就在这时，爵爷的手下发现了小青年，他当即向他开了一枪，哪想枪法实在感人，顿时现场一片混乱，手下赶紧再继续打响第二枪，可还是逃不过菜鸡的命运。这一次他打中的是小青年的室友，小青年赶紧抱起室友，准备倾听他的遗言。请你记住，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牢里互撸的日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每次撸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全部都是你。我表示很荣幸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来次真的，稳住呼吸，我想和你在睡床上再看看你可人的小屁。混乱中，红发妹救下了修女，并将她带回了总部。她希望修女能够说服自己的信徒站在他们这边，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一举推翻爵爷的暴政。原本修女是拒绝的，可当她看见那个叫蒂姆的男人时，她就沦陷了，因为她也是蒂姆之心的迷妹。于是，一场伟大起义揭竿而起，点燃希望的火把，停止奴役的步伐，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与世无争的王老头也决定加入大部队。被压抑的正义之心终于等到了发挥的时刻了。来到爵爷的大门前，小青年率先扯下内裤，点燃扔出，成功打响了起义的第一炮。烧焦的内裤味道从通风管道迅速传到了爵爷的办公室。画底底就算了，现在还让我闻他们的内裤，是时候给他们上点颜色了。愤怒的爵爷拉开底层的水闸，自来水滚滚袭来，迅速淹没了地层。大家赶紧往上爬。这时王老头想起了自己的奶鼠，他迅速返回家，好在奶鼠还没有被淹没。王老头赶紧救助他，并带他游向安全地带。哪想在通最后一个关卡时，由于奶鼠太大，根本没有办法通过。眼看水就要漫上来了，紧急时刻奶鼠自动放弃，闸门关上了，人们安全了。可王老头的奶鼠却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。一次冒人的起义几乎葬送了大半底层人民，爵爷的暴行再次成为起义的星星之火。浩浩荡荡的起义军直逼爵爷的大殿，殿外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杀戮。红发妹一招破城，起义军顺利进入大殿。哪想殿内还有最后一关，爵爷手下依然放出润滑剂，暂时打滑了起义军攻殿的步伐。随即而来的是各种打砸，起义之路再次被焊住。擒贼先擒王，红发妹当即对爵爷大将发起了单挑之剑。可毕竟是个女流之辈，遇见莽夫难免吃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王老头一剑穿心，小青年成功攻下爵爷的大殿。小青年走进爵爷的内殿，可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这时小青年发现了王座背后的洞，他从洞里探出头，没想到这个洞只通外面的世界。爵爷成功利用洞口脱身，这时红发妹赶来，看着洞，红发妹恍然大悟，爵爷之所以能称霸格子间，原来是因为他可以自由出入这里，弄到任何这里所缺的东西。但是他还是决定待在这里，那当然他在这里是王，出去顶多是个儿科医生。红发妹随即决定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逃出去，寻找变大的方法。小青年随即打开了广播，爵爷死了，我们胜利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小青年继续着他的精彩演讲，而红发妹逐渐走向了死亡。为什么？人们没必要知道这个出口，这个世界挺好的，难道要跑出去被小鸡吃掉？还有谢谢你让我掌握了命运。随即小青年将红发妹从洞里扔了出去，之后再打理好一切。爵爷的老臣们很快走了进来，他表示他不会在意他们过去做了什么，他只想今后好好统治这里，并且小青年即刻宣布，今天被定义为红发纪念日，因为红发妹在与爵爷的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杀戮之后，蒂姆的时代开始了。一场突如其来的起义打破了王老头平静的生活，他再也不能和他心爱的奶鼠相依为命，而这些平凡人付出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场精心的骗局。除了小青年，没有人再会知道爵爷成功背后的秘密。格子世界重新定义了人生的意义，类似人生互换的生活日渐麻木了人心，那些平凡日子的悲苦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所需的糖分也越来越少。可就是这样的生活将人有些满足。世人总说知足常乐，可人心却是个无底洞。红发妹会输得那样彻底，无非是低估了人心。原以为那些历历在目的伤痕带他找到了对的人，哪想这却是通向他自觉的坟墓。愿来世也做个狠心人，潇潇洒洒走一程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